小女孩隔着牢笼哭喊着。监狱里的父亲听到女儿的呼喊，他起身就跑向女儿。女孩的父亲是一个智商只有6岁的犯人，父亲马上就要被判决死刑。女孩哭着对父亲说，可父亲到现在还不清楚自己哪里错了，这将是他们父女最后一次的见面。这一幕，监狱长也流下了眼泪，因为没人能救他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智障的父亲会被判死刑呢？女孩和父亲九龙在一家玩具店外，看着喜欢了很久的美少女战士书包。父亲说等明天发了工资就给她买。女孩很开心，不料店里最后的一个书包被眼镜男买下给自己的女儿。父亲想沟通能不能留下这个书包给自己，因为他和女儿已经来看2次了，明天发工资就可以买走。可眼镜男看他是个智障，结果还给了他一巴掌。第二天龙九发了工资，而刚好昨天买走书包的女孩看到龙九，于是问他书包买到了吗？他说没有。女孩说她知道有一家店卖这个书包，于是女孩带着龙九就前往那家店，结果路面太滑，龙九摔倒了，随后一声惨叫。当龙九赶到时，女孩已经倒下了，可智商只有6岁的龙九不知所措，于是他解开裤子，嘴对嘴做人工呼吸，他想救下女孩。此时刚好被路过的女人看到，她以为龙九对女孩图谋不轨，于是惊慌的离开，并且报了警。很快龙九就被抓到警局。当你看到这一幕，一定认为男人图谋不轨，刚好被路过的女人看到，其实龙九是想救小女孩。很快龙九就被抓到警局。此时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女儿，警察带着他回到现场模拟事故，可他嘴里一直说着血液循环，可没人注意他说的话。他瞒骗龙九说只要你解开裤子就可以回去见到女儿了，可智商只有6岁的九龙却不知他已经被骗认罪了。随后他被一审判处死刑，来到监狱里，监狱长知道他的罪行，直接就给他一顿见面礼。随后他就被关进7号牢房，牢房里有5个犯人，这里有恶霸、骗子、小偷，而这里的老大是黑道大哥。他们看到龙九的认罪书后，把龙九狠狠地暴打了一番。随后的日子，龙九想念女儿，他就用树枝在地上画女儿的名字。这天他看到一个犯人在磨着牙刷，犯人拿着牙刷一直盯着和他一起关在7号房的大哥。随后犯人拿着牙刷冲向大哥，龙九为了阻止大哥被伤害，冲过去推开大哥，自己却被捅伤了。大哥看着倒地的龙九，他一下就把犯人给 KO。 大哥是个讲义气的人，看到龙九救下了自己，于是答应龙九实现他一个愿望。龙九说只想见一面女儿，原来大哥是百事通。很快他便安排了一场圣歌队来监狱演出，而龙九的女儿就在其中。接着把女孩装在纸箱里送到7号牢房，女孩从纸箱里爬起来，看到在角落里的父亲。此时的龙九看到女儿的出现，他急忙跑过去，一把抱住女儿。父女终于见面了。女儿一直拍打父亲，嘴里说道：“这些天你去哪里了？我找了你很久了。”龙九嘴里一直对女儿说对不起，却已经忘了他们还在监狱里。一个犯人怕此事被监狱长发现，怕自己会被加刑，于是他喊来狱警，眼看马上就要被发现，女孩哭着拉住他的手，他顿时心软地说：“大伙才松下一口气。女孩和龙九一段告别后，又被装进纸箱送走。可此时圣歌队的车已经离开监狱，无奈女孩被留下，却害苦了大伙。不仅要照顾女孩的吃住，还要藏好女孩不被发现。但女孩的到来也让整个牢房热闹起来。可最终还是被监狱长发现了，他们把龙九关进小黑屋，并把女孩给送走了。不久后，有个犯人在监狱纵火，监狱长为了阻止犯人被大火困住，而善良的龙九看到里面还有人，于是拼命地撞开衣柜救下监狱长。当监狱长醒来后，在医生的口中得知是龙九救下了自己。他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龙九，简直不敢相信这个智障的犯人救下自己。这天，女孩的老师安排了一场特殊的见面，可很快时间就到了。离别时，龙九对女儿的不舍让监狱长看在眼里，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么疼爱女儿的龙九怎么会是杀人犯呢？之后女孩病倒了，监狱长来看望女孩，女孩恳求监狱长此时监狱长不敢回答，也无法回答。监狱的牢房里，女孩突然从纸箱中站起来，龙九看到女儿后开心地拥抱在一起。原来这是监狱长特意给龙九安排的。监狱长问龙九为什么杀人，可智障的龙九无法回答。之后监狱长找到龙九的认罪书，发现这么整齐的字不可能是一个智障只有6岁的人写出来的。另一边，监狱的狱友们开始为龙九复原案发现场，结果弄清案发经过。原来女孩当天在零下18度的街上，因为道路结冰不小心滑倒，因为背着包后脑撞到地面的，
而为什么要解开裤子嘴对嘴呢？原来智障的龙九以为解开皮带有助于血液循环，而嘴对嘴则是他见过的急救方式。于是检狱长找到局长，想为龙九重新调查案件，结果得知死去的女孩是局长的女儿。后来监狱长什么都明白了。之后的每个星期里，监狱长都来接女孩，让女孩到监狱里和龙九度过最后的时刻。在监狱里，女孩教他们写字，还把手机偷偷带进监狱，让狱友们得以跟家人能通上话。他们安排了一个热气球，给龙九和女儿在气球上看着远处的夕阳，这也将是他们过得最难忘的一刻。之后又在监狱里为女孩过生日，他们都纷纷给女孩拿出生日礼物，而龙九的生日礼物是女孩最喜欢的美少女战士书包。女孩看到思念已久的书包，可开心了。父女俩紧紧拥抱在一起。随后龙九就被带出牢房，女孩在牢笼前还和父亲挥手告别，可女孩并不知道父亲马上就要被处死了。龙九做了个鬼脸，女儿也回复他。可当父亲渐渐消失后，女孩哭喊着爸爸，于是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女孩不舍得哭着说，最终女孩的父亲还是走了。后来女孩被监狱长收养，长大后成了一名律师，并且帮助父亲洗脱了多年的冤屈。女孩忍不住流下了眼泪，因为她只能在记忆中才能看到父亲父爱如山。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每一刻。